也就是你一个蛋糕，让我这个世家集团的总裁不远万里从欧洲给你送过来。Mary， 辛苦你了。我要的东西呢？真羡慕你妻子啊！这个温斯顿钻戒，那可是出自英国皇家设计师之手，价值足足2个亿呢。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居然让你花这么大心思？毕竟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的礼物嘛。那既然我帮了你这么大忙，你是不是应该考虑帮帮我呀？集团现在发展遇到了瓶颈，当初是你一个人把集团做上市的，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集团的情况。现在集团专门派人请你回去，你好好考虑一下。当初说好了，公司上市了，我就退居幕后。如今我儿子都快工作了，我呀，只想跟我老婆好好享受生活。走了。你看，多配你的气质啊！老婆，结婚20周年快！啊，老公。你好，我叫宋阳，是莲儿大学同学，也是莲儿的初恋。喏，你随便放吧。都愣着干嘛？快坐下，快坐下，来来来来。宋阳，快坐。嗯。对了，阿姨，这些啊是给您带了些补品，还有这个，给莲儿买了一件 Lululemon 的运动装。莲儿，这种品牌的衣服才配得上你的气质。这个是给一凡的。嚯 ，Rolex 的迪通拿，这表得10几万的吧？宋叔你真好。这个太贵重了，一凡不能要。你买不起，不代表宋叔买不起。这点钱对于宋叔来说，那肯定是九牛一毛。一凡怎么能戴这么贵重的手表呢？莲儿，you know， 现在10几万对我来说确实不算什么。小宋，看来这几年你在国外发展的不错嘛。我现在啊是世家集团投资部的部长，年薪有个1000万刀了。就是那个横跨亚欧美的金融集团。1000万呢？我这次回来啊，就是专门来迎接我们公司新总裁的。我听说他也是我们苏城人。你现在在哪高就啊？我在莲儿他哥的工地上当监工，混口饭吃。毕竟，平时我还要照顾莲儿。我看你这也没把莲儿照顾好呀。哦，对了，阿姨，我这几年在国外遇见的女人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在我心里能跟莲儿比的。你这不是回来了吗？以后啊，多多来往就是了嘛。宋阳，为什么交代你的事情还没有进展？我看今天时候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啊？你这就走了？哎呦，你跟莲儿这么久没见面了，你俩再聊会儿，再聊会儿嘛。不了，阿姨，改天吧。啊。哎呦，宋阳，没事吧？宋阳，没事没事，我自己来。行，那我先走了啊。对不起啊，宋阳。徐朗，你要干什么？徐朗，你要干什么？
我怎么了？怎么了？人宋阳回来是专门来看我的，不是看你脸色的。明明是他踢翻了蛋糕，一句道歉都没有。一个破蛋糕值几个钱啊？宋阳来我们家带了这么多东西，花了这么多钱，还不值你一个蛋糕吗？这是我们结婚20周年纪念日，我专门去买的。哎呀，爸，你看看人家宋叔给我买的手表，不知道能买多少块像你这样的蛋糕，哪有这样对客人？我当初都不让你嫁给他，你非不听。你看看人家小宋，那现在出人头地的，他呢，离了你什么都不是，到现在了还因为一个破蛋糕在那跟你吵来吵去的。徐老，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我为了陈莲放弃一切回国，在你们的眼中，却抵不过一个为了自己而抛弃陈莲的宋阳。我今天本来是要……行了，别狡辩了，这破蛋糕自己收拾了，晚上睡书房去。徐总，我叫宋阳，是施家。徐老，你要干什么？我当初都不让你嫁给他，你非不听。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离了你什么都不是。看来我还是要亲自和 Mr. 徐沟通了。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这日子咱俩就过不下去了。老婆，我去上班了。老婆，你别生气了，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下，不该对你发脾气，对不起啊。老婆，老婆。不行了，不行了，这上了年纪啊，连个晨跑都费劲啊。你还行不行？不行的话，明早就算了。No problem， 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莲儿，待在国外这么久，连个谈心人都没有，我还想和你好好谈谈心呢。这是在我家楼下，这是干什么呀？莲儿，你看，你穿这身衣服，多显你气质。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年轻漂亮，这徐老和你站一块儿，就像个老头儿一样。他比我还小2岁呢，天天在工地干活，早得灰头土脸的，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自己。这男人嘛，还是要好好打理打理自己的。你可是咱们当年苏大出了名的校花，他和你站一块儿，谁能觉得他配得上你呀？家里家外都是我在操劳，哪来的功夫收拾自己？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咱们这些同学啊，现如今只有你出人头地了。莲儿，以我现在的身份，你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去上班啊？哎，我们正晨跑呢，要不要一起啊 ？You know， 莲儿一直有晨跑的习惯。我回国这段时间啊，没事就约着莲一起，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这有什么好建议的？不用管他，还能跑吗？走。Mr. 徐，我想跟你当面聊聊。坐吧，你可是世家集团元老级人物，我现在可什么都不是。
徐，之前我们一起拼搏的时候，你总是意气风发，那也是我最喜欢你的样子。那当然啊，现在的你，我也很喜欢。你知道的，我们之间没可能。那万一呢？没有万一。虽然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我想，这些迟早都会过去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说回正事儿吧。Mr. 徐，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回到欧洲，重新担任我们世家集团的总裁。Mary， 你要是来找我叙旧，我非常欢迎。但这件事情，我和昨天的答案一样，没有可能。当初为了他，我放弃了一切来到苏城，现在自然也不可能放下他，跟你去欧洲。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苏城的，这杯咖啡我请你，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东西。今上午干什么去了？怎么了？怎么了？哥刚刚来电话说你上午翘班，本来应该给客户送的资料到现在都没送到，客户现在很生气。行啊，徐朗，现在连班都不上了，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不是，我就一个朋友来苏城见我，就过去见了他一面。朋友？男的女的？女的。女的？徐朗，你什么意思啊？女的？徐朗，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朋友啊？特意跑来苏城来看你，而且你连班都不上了。就是一个认识时间很久的朋友，就简单叙了个旧，喝了个咖啡我就回来了。我看你是被人打发走了吧，徐朗，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自己什么德行，也就是我当年瞎了眼，跟你结了婚，还叙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交情，你跟我结了婚，就得跟那帮人断干净了。喂，宋阳。难道在你的眼里，我就是这么的不堪吗？哎，莲儿，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走，带你见见苏城的大人物。啊！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宋阳那都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在一起叙叙旧有问题吗？再说了，人家宋阳现在是大公司的高管，有身份有地位，看看你自己。陈莲，你还记得你刚才是怎么要求我的？徐朗，什么意思？少拿别人跟我和宋阳比。宋阳，一提到宋阳你就变了一个人。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你这么小气？我小气？你要是接受不了，可以说出来，不行就离婚，别委屈了你自己。行了，我不想跟你废话了。一凡马上要毕业了，宋阳刚才来电话说可以帮一凡解决工作的问题。今晚我去陪他参加个晚宴，晚饭自己解决。陈莲，没想到你居然对宋阳偏袒到这种程度。明明道理自己都懂，可当对象是宋阳的时候，却立马换了一副嘴脸。Mary， 帮我安排一份工作，给我儿子一凡。儿子工作的事情，我可以解决，你不用去陪他吃饭。我去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肚鸡肠啊？你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连你自己的工作都是我给你找的，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你一天到晚除了会吓吓女孩干什么？
我没有瞎想，我真的可以给儿子。你够了！你越是这样，越是让我觉得恶心。徐朗，你看能不能干呢？让你送个材料都这么磨叽，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把材料给客户送过去，不然你就别干了。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美女，咱们宋总酒杯都举这么久了，你也不表示表示？先喝吧。莲儿，这么些年，我一直梦见我们就是夫妻。徐朗，这就是你所谓的应酬，这就是你所谓的应酬。不是，徐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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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的哪样？你不是挺享受跟他喝交杯酒的吗？我那只是为了不让他尴尬。徐朗，你想干什么？是他不知道你已经结了婚，还是你自己都忘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只是为了一凡的工作。什么工作？让你一个当妈的给宋阳的陪酒陪笑！你说这话你有没有良心啊？一凡的事儿，我不靠宋阳还能靠谁啊？除了宋阳，还有谁能让我的日子好过一些？你的意思是，只有宋阳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没错，只有宋阳。怎么还没送过去？你还想不想干？我他妈不干了！谁他妈爱干谁干！你自己看看，你连你自己的工作都帮不上，我难道要靠你吗？徐朗，靠不上。你说什么？我说我靠不上你。好，既然你觉得靠不上我，那你就去找宋阳。但是，我希望你别后悔。徐朗，我说过了，今天是为了一凡的事儿。你要是还这么闹下去，咱俩就只能离婚了。什么事儿只要一遇到宋阳，就都是我的错，而我说的话你全不信。原来我们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背道而驰。陈莲，既然这样，或许是我该放弃这20年的一厢情愿了。Mr. 徐，我再次艾，我答应你回欧洲。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事儿，或许啊，欧洲才是更适合我的地方。那岂不是让我等到的那个万一？好了，不打趣你了。既然你同意了，就按照我们欧洲的传统，给你办一场迎接舞会，就地明晚，你看怎么样？你决定就好。到时候要带上你的舞伴哦。又或者，我也可以当。我只答应你回欧洲工作。等到了欧洲，还怕没机会拿下你吗？
跟谁喝的？喝成这样。来，坐。你知不知道醉酒的男人最没用？有事快点说。明晚有一场舞会，你跟我一起参加。只要你跟我一起去，儿子工作，你想要的生活我通通都给你。徐朗，你能不能不要再幻想了？你凭什么给我想要的生活？明晚宋阳要主持一场舞会，我已经答应陪他去了。陪你参加舞会，恐怕你连我一身礼服都买不起吧？原来20年的岁月沉淀，在宋阳面前不过是一场牺牲。那些我视若珍宝、共同经历的风雨，如今看来，不过是一个将就。这套礼服还满意吗？对了，这世嘉集团的新任总裁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公司居然让你专门为他办了这样一场舞会。他呀，听说呀，他是集团的传奇人物，当年只身一人开创了世嘉的商业模式，并且啊，在公司即将上市的时候退出了世嘉，离开了欧洲。听说他有集团最大的股份，也不知道怎么的，昨天晚上就突然同意回归了。哎，一会儿我带你见见他。走。宋总，好久不见。如果不是这次新总裁上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呢。杨总言重了，这次回国呀，主要就是迎接新任总裁的。但是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听说 Mary 小姐也来到了苏城。世嘉集团的 Mary 小姐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能和她见上一面。还希望宋总能够为我好好引荐一下。我也只是 Mary 小姐鞍前马后之人。不过 Mary 小姐如果今天高兴，我一定引荐。徐朗，徐朗，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我不跟到这儿来，怎么能看到你们两个这么近？回家再跟你解释。今天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你赶紧回去。徐朗，没想到几天不见，穿的人模狗样的啊！知道这是什么场合？这个场合我有什么不能来？今天这场私人舞会是专门为世嘉集团新任总裁所准备的。你是什么身份，能受邀参加这种舞会？连个舞伴都没有，只怕是从哪混进来的吧？新任总裁？怎么，你认识？那不然呢？我可是集团特派，专程来迎接新任总裁的。今天这场舞会就是我主持的。听你这口气啊，我还以为你就是新任总裁。徐朗，今天这种场合，你胡说八道可是会连累我们一家人的。莲儿，今天这个场合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一会儿新任总裁来了，看见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这儿，万一不高兴，那一凡的事儿……你听见没有？别在这闹！到底是一凡的未来重要，还是你虚假的自尊心重要？你赶紧回去，要不然咱们就离婚！快看 ，Mary 小姐来了！
什么人敢在世家的舞会上喧闹？什么人敢在世家的舞会上喧闹？麦瑞小姐，你好，我是建筑实业的董事。麦瑞小姐，你好，我是建筑实业的。麦瑞小姐，麦尔小姐，舞会已经按照您的意思照常举办。这位就是麦尔小姐，世家集团欧洲区总裁，更是世家集团的元老之一。诸位，安静，稍安勿躁。宋阳，谁让你把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带进来的？麦尔小姐，我现在就让人把他赶出去。我说的是他，你让他出去。她是我的舞伴啊！等一下，她是我的妻子，陈莲。徐朗，这没有你说话的份。麦尔小姐，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混进来的。你说她是你的妻子，那她为什么又是宋阳的舞伴？麦尔小姐，我跟宋阳是20多年的老朋友了，既然他邀请我过来，我自然也是要给他这个面子。陈莲，明明我也让你做我的舞，难道我们夫妻这么多，在你的心里不如他一个外人？徐朗，今天这是什么场合？你一个成天里无所事事的人，有什么事情比宋阳重要？莲儿，还有这么多人看着你，把他赶出去得了。来人！麦尔小姐，这个人他就没资格在这儿，更何况他连个舞伴都没有。我可以做他的舞伴。麦尔小姐，恐怕就算您愿意，他也没这个胆子。你现在赶快回去，回家等我回来，我还能跟你好好聊一聊。要是你还留在这里胡搅蛮缠，明天咱俩就离婚。我胡搅蛮缠？徐朗，我每天都在努力维持这个家，努力让你满意。可你呢？你除了疑神疑鬼，这些年你给过我什么像样的生活？我今天来是为了一凡的未来，我只求你别拦着我，这很难吗？真是累，我受够了。陈莲，20年前是你哭着告诉我要一个安稳的家，这20年我安分守己。你以为我在混日子？不，我在等着你回头看看这个家。可现在你的眼里都有什么？这本来是我为心爱之人准备的，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现在我就把它送给你。徐朗，你什么意思？陈莲，今天的一切后果都是因为你自己犯的错。错？我有什么错啊？我为了一凡四处奔波，为了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到处操劳。你呢？你除了疑神疑鬼，你还会干什么？如果你所谓的四处奔波操劳是指跟他在一起鬼混的话，那你还真是辛苦。既然你总是把离婚挂在嘴边，那这次我就随了你的愿。徐朗，我警告你，不要在梅尔小姐面前搬弄是非。我可是正式邀请人来作为我的舞伴参加舞会的。你一个没钱没地位的垃圾，也配跟莲儿提离婚？宋阳，这人家的家事儿，少掺和在里面。梅小姐，我跟莲儿本身就是情投意合，当年分开
也是迫不得已。只可惜，现在有人不懂珍惜，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想借着今天这个场合，请梅儿小姐为我做个见证。莲儿，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吗？天啦，这就是男人成功之后寻回真爱的感人故事。要是我在这个年纪，也有人愿意为我这样，我豁出去都要跟他在一起。人家可是有老公的。那怎么了？宋总有钱又浪漫，还保养得好，不像有些人邋遢又没用。说不定啊，这晚上脱了衣服一身的味儿，这换谁都知道该怎么选了吧。莲儿，这一刻我准备了很久，今天有幸在梅尔小姐的面前献上这枚戒指的同时，向你袒露我的心意。雪，你真的不阻止一下吗？阻止？在所有人的眼里，我就是一辆二手汽车，又老又跑，还可能漏油。但是在我这儿，你可是一辆古董车。莲儿，这么多人看着呢。虽然说是老了点儿，但是还是散发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啊！你也调侃。徐朗，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好，既然你这么麻木，就别怪我当众不给你脸面。记住我的选择，别后悔。在我20多年的生涯里，这个场合我幻想了无数次，我以后一定会把一凡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他。只要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相信再也没什么东家会分给你。莲儿，莲儿，你看，大家都在祝福我们。徐朗是吧？这有500万，拿着它离开莲儿。徐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现在离开，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我没办法。哎，这就对了，莲儿只有跟我在一起才能幸福。这500万足够你找一个普通人过完下半辈子了。自己的老婆被抢跑了，却无能为力。这男人呐，到了一定年纪，无才难消美人恩呐。500，很多吗？徐朗，你干什么？你都多大的人了，你以为自己这样很帅吗？这钱是他为了将你从我身边夺走。怎么？你觉得我应该收下？可是你也不能肆了他呀，这可是500万，你知道我们一家人要攒多久能攒得出来？这么大的人了，做事还是这么莽撞。你见过500万吗？我怕你这辈子你了不起。这有些人呐，就是不了解这个世界参差的概念。有的人呐，500万随便挥一挥手就赚到了，但是有些人怕是一家3口，这辈子都凑不出一半。真是一把年纪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既然你已经答应了，那我的事情就不需要你来操心。这500万，无论是我花了，还是我烧了，跟你还有关系。莲儿，你这些年啊，真是跟错人了。你看他一副胡搅蛮缠的样子。没关系，
你要是心疼他，这500万我就不让他还。我还用不着你来考虑。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我也没什么好再犹豫的。Mary， 你看，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你？ Mr. 徐，没想到会这样。Mr. 徐，你是代表集团来接待总裁，难道 Mr. 徐你都认不出来吗？奈尔小姐，是不是搞错了？我前2天刚见过他，他只不过是给人跑腿的，怎么可能世家集团的总裁呢？我今天再来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世家集团的新任总裁。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对徐先生都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我们世家集团内部，无人不推崇他。可以说，没有徐先生，也就没有今天的世家集团。当年也是徐先生只身一人拿下整个欧洲市场，只可惜20年前他放弃即将上市的世家集团，一个人来到苏城。20年前，阿姨，梅儿，我等你这通电话已经等了足足3年。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来的苏城，你不会嫌弃我吧？20年前，徐先生也是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一切。这么多年来，每次世家集团出现困难，我们都试图让 Mr. 徐重新重掌大局，但是他始终以家庭为由拒绝了我。这次我为了说服他，特意从法国来到苏城。果然呢，人不可貌相，你们女人呢，就是容易被迷惑。Mr. 徐，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太开心，但是我还是要谢谢陈小姐，是你把徐先生还给了世家。我相信日后在徐先生的带领下，世家集团能够重新屹立世界之巅。你怎么能瞒我这么久？我从没想过要刻意向你隐瞒什么，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不是都知道了？什么叫过去了？你不是已经选择了他吗？我没办法和别人同时拥有你，我给你机会。不是这样的，徐朗。是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你一直不能邀请徐先生来，集团就不该派你过来。Mary， 如果集团不是派他过来，我也不会答应你。也许世界万般皆有定数。那您认为他该怎么处置？那您认为他该怎么处置？怎么？刚才不是还在豪掷千金，让我从他身边滚开吗？徐总，您说笑了。徐总，我真的不知道您是我有眼无珠，是不至于。作为他的舞伴，他还指望能帮一帮我儿子。我的老婆啊，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雪兰，你不用在这阴阳怪气。明明是你这么多年不求上进，要不是为了一凡毕业能有个好工作，我何必求着他？雪兰，你明明有能力做到这一切，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早就为一凡做好了打算，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你不信我有这个本事，还是接受的？在你心里，我永不记得。陈恋爱，我们离婚吧。我们离婚吧。
徐浪，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放弃一切，可是这些年你为我做过什么？孩子是妈从小看到大，工作是我哥给你找的。你说你一无所有的来到了苏城，我又何尝不是陪你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我也是个女人，我也想要浪漫，我也想过别人口中的好日子，可我也只是个女人，我能做的就是陈小姐，我想你是误会 Mr. 徐了。Mr. 徐，我能说吗？当年 Mr. 徐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去欧洲打拼的时候，他为了世家集团几乎是付出了所有的一切心血。但是你一通电话，他就在公司即将上市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苏城。他为你放弃的不单单是一笔巨额的财富，更多的是一个男人一生的心血。而且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如果能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他只想过那种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日子，因为他认为那个才是他心目中向往的爱情，那个才是生活的本质。但是他所爱的那个人一直都是你。好了 ，Mary， 不用再多说。既然今天是一场舞会，不如你陪我跳支舞。乐意之姐。难道我真的错了吗？Really？ 这怎么可能 ？Mr. 徐，刚刚集团总部下达通知，董事会准备撤销你的任命，因为欧洲那边他们不允许华人直接掌控公司的控股权，恐怕……这是真的吗 ，Mary 小姐？今天就到此结束，各位。听见了吗？程莲，你什么意思？他已经被集团高层打压了，已经回不去集团了，你怕什么？宋阳，我想你误会了，我们就是老同学，之前也是想请你帮忙一凡的事儿。可是你刚刚已经答应我了。抱歉，宋阳，我们之前的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了。可是他刚刚已经说要跟你离婚了。徐朗，在家等你。莲儿，莲儿，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宋阳，你要干嘛？抱歉 ，Mr. 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没关系，他说的也没错。这么多年过去了，领导层换了一批又一批，董事会很多人都并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觉得只有你才能挽救世家集团，因为世家集团当年就是你亲手建立起来的。都已经过去了，除了你，这派遣没人接。1周，你就给我1周的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我现在就回总部。好，不过走之前，我还是想麻烦你，帮我儿子安排一份好工作。1周，无论回去与否，陈莲，你我之间也该有个结局了。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吧。来喽，最后一道菜，来，尝尝。老公，以后这做饭的任务就得交给你了。没问题，以后厨房的活就归我，你呀就等着吃吧。这可是你说的。徐朗，我就不吃了。吃点吧，陪我说会儿话。好吃吗？很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我吃好了。徐朗，我们能不能不离婚？我们能不能不离婚？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因为我已经这个年纪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只有去接受。我知道我这段时间跟宋阳走得太近了，但真的只是为了一凡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已。真的。没关系，我理解，一切都是为了儿子嘛，维持一定的感情也是应该的。老公，既然你的任命已经被撤销了，那不如你就留下来，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我保证以后跟宋阳一定保持距离。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喂，莲儿，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宋阳，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你说清楚，我有家庭，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莲儿，说什么呢？我现在正和华贸集团的董事一块吃饭呢，正好聊到一凡工作的事儿。一凡是什么专业来着？要不这样，你过来一趟，咱们一起给赵总介绍介绍。看来儿子的工作是有着落了。我跟你说过，儿子的工作我来解决，你不用。莲儿，喂，哎，莲儿。徐朗，我知道你也一直在为一凡的事情操心，但毕竟你现在不比以前了。宋阳，你们在哪儿？你现在过来。徐朗，你等我回来，我们好好聊聊。
陈岩，你自己刚说完的话，转眼就忘，你还是不愿意相信。今天周末起这么早啊？我给你带了早饭。徐老，你知道吗？一凡的工作有着落了。我知道。你知道？这么说你不怪我了？儿子的工作有着落了，我怪你干什么？徐老，昨晚我不是不想回来，是因为宋阳喝多了。我保证，我只是帮他清理一下，我没碰他。他喝多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徐老，你也知道，他回来苏城只有我这一个朋友。行，我知道。而且他也是因为一凡的工作才喝多了呀。我照顾他只是想还他这份恩情，你就别再生气了。我没生气，儿子的工作我一早就安排好，所以没人欠他恩情。好，你说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你不信也没关系。我信。那个，我想今天咱们一家人一起吃顿饭，你看也是难得。我想邀请宋阳也来。你还记得昨晚跟我说了什么吗？我记得，我当然记得。这不是因为宋阳帮忙解决了一凡工作问题吗？你放心，我保证今天吃完饭，我一定当着你的面跟他说清楚。我说了，儿子的工作。算了，随你吧。徐老，这些天我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了，你还想怎么样？你不需要这样，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你偏一点，往这边偏一点，偏一点。哎，对，这样就正好了。不就吃个饭吗？弄这么正式干嘛？这都是妈买回来的。她说一家人难得聚在一块吃个饭，想要弄得正式一些。时间差不多了，快洗手，准备吃饭。快洗手去。这不一凡吗？宋叔叔，宋叔好啊！小宋，快进来坐啊！小宋，快进来坐啊！阿姨好，来了。来。哎呀，你看你这小宋，本来呀就是我们请你吃个饭，好好感谢感谢你，来就来，带什么礼物嘛？礼数还是要到位的嘛。再说了，我跟莲儿的关系，这点东西你得小心意啊。拿着。你看看人家小宋啊，这为人处事真是没得说，哪像有些人呢啊，这客人都进了家门口了，连个招呼都不知道打。妈，大家快坐啊！小宋，来，小宋，你先坐，你先坐。谢谢阿姨。去了，走。宋阳，哎，一帆的事儿还是要谢谢你。来，一帆，快敬你宋叔叔一杯。哦，好，谢谢宋叔叔。没事儿，这对我来说啊，就是小事儿一桩。我可不像某些人，没什么本事，还一直沉浸在以前的辉煌里。也是咱们一凡足够优秀，要不然啊，我这面再大也不够。
哦，对了，昨天晚上给你背弄疼了吧？哎呀，没事吧？都怪我。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昨天他喝多了，我扶着他，他太重了，我一下没站稳，才摔了后背。是不是啊，宋阳？对，没错。哎，都怪我。你说在苏城啊，就只有莲儿愿意照顾我，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宿。你说的哪儿的话呀，小宋？你跟莲儿啊本来就认识。再说呀，你又这么照顾他们母子，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的话，叫莲儿去照顾你一下，那都是应该的。阿爷，话是这么说，这不是怕有人小心眼，到时候再怪罪莲儿。好了，宋阳，吃点菜。今天本来就是叫你过来吃饭的。哎，莲儿，过去这么久了，你还是记得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南瓜。你也尝尝，可甜了。老公，我今天想喝南瓜粥，好不好嘛？可甜了。你也尝一口。我对南瓜严重过敏。徐老，你什么意思？你再不喜欢吃，你也没必要换个碗吧？嫌弃谁呢？徐老，我知道我把宋阳叫家里来你不开心，宋阳心里也清楚，但是人家都能放下对你的成见，跟你坐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吃饭，你怎么就不能呢？我做什么了？徐老，你怎么笑得出来的？你有心啊！莲儿，莲儿，徐老，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不开心，可是这2天我对你已经够客气的了吧？我什么事都让着你，什么事情都问你，你还想让我怎么样？是，你是有什么问题都问我，可是我的意见你采纳过吗？那人家也确实是帮儿子解决工作的问题了呀，我们不就是应该感谢人家吗？好了，莲儿，哎呀，都怪我，我今天啊，我就不该来。哎，莲儿，以后有这种事儿啊，你请我吃顿饭，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可能你们家这种场合呀，我一个外人，确实不适合在这儿。小宋，你给我坐下，我倒是要看看谁敢不让你来。爸，人宋叔叔给我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好歹给人家一点面子呀。所以，你们谁能告诉我干什么了？你干什么了？我连给你夹个菜都要换个我，你还问你干什么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对南瓜严重过敏吗？吃了是会死人的。可以好好吃饭了吗？可以，但你也没必要这样对莲儿吧？有话好好说呀。我们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操心。徐老，你干什么呀？你看他耍起脾气来了，
你个大男人！妈，够了，不用再说了。宋阳，我跟徐朗，我们之间一直是坦诚相待的。我想，我们以后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吧。陈莲，既然你可以说出这句话，为什么不怎么说呢？徐朗，你这是要干什么？徐朗，你干什么啊？徐朗，你要干什么？你要打人不是？打他去了！爸，我警告你啊，别乱来！你说一瓶破酒，你还拿纸包着你？这瓶酒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出产的，一直珍藏到现在。本来想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再开封庆祝，但我想，可能我们等不到那个时候了。眼神之间流离好似一个谎。呦喂，你这是又在闹哪出啊你？酒还不错。我们结婚多少年了20年。 20年。记我们20年的回忆。这是什么意思啊？明天早上，民政局门口见，我们去办理离婚手续。离婚？爸，爸！是啊，是啊！哎，莲儿。 石郎，你在哪儿啊？石郎，你在哪儿？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你这么迫切的找我，却是在我决心离婚之后。莲儿，等等我！莲儿，穿着点吧，别冻坏了。莲儿，他都要跟你离婚了，你为啥非要去找他呢？宋阳。 我不想跟石郎离婚。莲儿，你相信我，咱俩过，我一定好好对你。你相信我。宋阳，我想你应该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莲儿，你说什么呢？莲儿。 徐朗，你知不知道，连昨晚为了找你，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找了你一夜。这什么天气，你知道吗？他连个外套都没穿，硬是把人冻昏过去了。陈莲，明明是你瞧不上我，现在要离婚了，你又何苦这样折磨自己？徐郎，
我们能不能不要离婚？你如果不舒服，可以现在回去，先好好休息。我们改天再来办手续。徐朗，你还是不是男人？人家都这样了，你还能伤他的心？好，今天办。这本离婚证概括了我们20年的时光。陈莲，我们有缘再见。徐朗，什么事儿？有件事，你能不能答应我？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会尽力去办。一凡过2天就过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陪他好好过过生日。我想，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好好给他过一个生日？好，我会过去。这2天，你照顾好自己。一凡也不小了，跟谁就让他自己决定。情是否依旧，心是否依旧，偏爱是否依旧，我们却呀，你放心，只要我在，不会让一凡离开你的。要转多久？来生是否？这20年过得像做梦。喂，大志，你那儿方便吗？我想过去住几天。你回来干嘛？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回来拿点东西。你给我滚！滚呐你！你给我滚！滚呐你！妈，让他进来吧。莲儿，他都抛下这个家不管了，你还在替他说话？你的东西在卧室，都给你收好了。谢谢。看他那一副白眼狼的样，当初一穷二白的来到苏城，你非要嫁给他，你看看现在倒好，拖累了你半辈子，又要和你离婚。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爱你，真实，直至死亡。徐朗，还有什么事儿吗？
怎么？你后面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搬出去。其实你也可以不着急吧，反正你也没有地方可以住，后面也没什么打算，不如等你安排好了再搬呢。我说过，我净身出户，房子、存款都留给你。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还是尽早搬走的好。我们怎么就走到今天这步了？我走了。哟，哥，您就这么点东西啊？是啊，20年了，就这么点东西。没事儿，哥，缺什么跟我说，我那东西都齐着呢。谢谢大长。嗨，这话说的，有什么您说话，那都不是事儿。哇，这也太豪华了吧！今天要不是樊少生日，咱们哪能见得着这么大的场面？徐一凡，怎么了，航腾？没有想到你们家人这么疼你啊！一个小小的生日宴而已，居然也给你在百川酒楼举办。一凡，一凡，妈，阿姨好，阿姨好，你们好。妈，怎么今天在这儿过生日啊？一凡，今天这个生日是你宋叔叔为你精心操办。真的吗？那我爸呢？妈，你跟我爸他……你爸他……生日快乐！谢谢宋叔叔，这是给你的礼物，看看喜不喜欢。这是宝石鞋。这个太贵重了，一凡才多大呀？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哎，一凡马上就要上班了，要工作了，有个车，上班也方便。一辆帕拉梅拉，男孩子嘛，谁年轻的时候不想有辆好车呢？咱们年轻的时候没做到，能给孩子的就没必要省。谢谢宋叔，以后都自家人，客气什么？等以后大学毕业了，我再送你一辆更好的。哎，糖糖，以后我就开这个带你去兜风。好啊，徐一凡，你家里人对你可真好。不过他是谁啊？怎么对你这么大方？他是我妈妈的儿子。儿子，徐一凡，这又是谁啊？穿成这样就来了？你看他手里拿的东西，一看就是从什么地摊上淘换来的。生日快乐！谢谢呀，自家儿子过生日就送这么个地摊货，我们徐总身价也不少啊，怎么就舍不得给自己儿子花钱呢？怎么不满意爸爸送你的礼物吗？没有，打开看看。对，打开看看，看看你爸给你送了什么传家宝。这位叔叔都给你送了一辆豪车，他可是你爸爸，送的东西肯定也不差。徐少，赶紧打开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吧。是啊，快看看呀，快看看！一凡，今天这场生日会很特殊，
但爸爸希望你记住，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担当。爸爸送你这份礼物，是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选对自己的道路，并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凡生日就送这么个破东西，说不定是什么珍贵的字画呢？他能送什么珍贵的东西？搞不好就是在什么地摊上随便捡来的。怎么，怕我送的礼物拿不出手吗？哎呦，这是爸爸送你的忠告。爸，你这所有人，你儿子过生日就送这么个东西，亏你还是个当父亲。徐浪，你什么意思啊？没钱买礼物就算了，你搞这些不三不四东西出来，成心的吧？你们懂什么？这叫人有所。不过这字看起来苍劲有力，搞不好是什么大家写的呢。小姑娘倒是有点眼力，不过，并不是什么大家所写。那这字儿，谁写的？我写的。哈哈哈哈！一凡，你这是干什么？不就是幅破字画吗？多少钱？你说个数，我赔给你。捡起来！我不！叫你捡起来！撕了怎么了？就这破玩意儿，烧了都不值柴火钱。一凡，今天你宋叔叔在这儿，有什么事儿，叔叔给你撑腰。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你凭什么插手？你们这个家事，我并不想掺和。但是你现在跟莲儿已经离婚了，那一凡的事儿，我肯定是要管的。他是我的儿子，怎么教是我的事儿。一凡，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以后当你的爸爸，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宋阳，你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不要把一凡牵扯到我们的事情里来，而且我跟你强调过很多次了。不谢谢。一凡，真的吗？好，那以后等我和你妈结了婚，你跟我姓宋，怎么样？徐一凡，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爸的养育之恩吗？养育之恩，他跟着我，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一凡，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看来刚才我送给你的忠告，你是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你还敢提你那幅破字画？什么下三滥东西都往出送，还说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送的。我看你还是沉浸在以前的风光里面。我徐朗的字画拿出去，有的是人要。怎么，现在跟莲儿离了婚，又没了世家的地位，现在靠卖这些字画维持生活？没关系，你要是没钱，可以跟我说，我随便露点，都够你吃的，都够你吃的。这直接拿钱往身上砸，这太羞辱人了。对不起啊，是宋阳说想给一凡好好过个生日，我才邀请他来的。你没事吧？怎么，就这么点钱？我还以为你要掏出个几百万呢。怎么，你还真是不要脸了？嫌不够啊？还有，算了，你这点钱我还看不上。那这么说，你很有钱了，有钱连自己儿子过生日都送不出来一个像样的礼物，有你这样做父亲的吗？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得到，没人能护你一生。没钱，舍不得花你就直说，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还不是自己没本事？你不说自己有钱吗？来，我那500万，我
看你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不是说自己有钱吗？证明给我看看。被你撕的那张支票足足500万，还得上吗？500万是可以，我还给你。喂，从我留的账户里给我划出500万。好的 ，Mr. 徐，您现在在哪？我们已经到徐城了。你们？董事会一致决定，还是由您来担任整个世嘉集团的总裁，任命今日就生效了。我们正在赶来的路上，为您举办继任仪式。仪式就不需要，我给你发个位置，你直接过来。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你的账户500万，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至于让莲儿的母子跟着你受苦受累吗？徐朗，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你别硬装，你让他以后总在同学面前抬起头来。你不是要我还你500万吗？等你收到钱的时候，我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个态度。我什么态度？有人给我送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要真能把这笔钱拿出来，再说吧。可惜了，难得有幸。Mr. 徐，您要的500万已经到账了。Mary， 你不是已经回欧洲了吗？对，我这次是专门来迎接 Mr. 徐回去的，还有他们。亨特，伊藤小姐，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你们是？我是世嘉集团的南美区负责人亨特。我是亚太区的负责人伊藤纱织。Mary 今日想在此为徐朗先生准备一场迎接酒宴，却迟迟不见徐先生。没想到徐先生在这儿。他们都听说你回归了世嘉集团，特意赶来苏城迎接你。我可是听说徐先生的故事，才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这个位置。既然徐先生已经回归世嘉，那我当然要过来表达敬意。我听 Mary 说，您的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想没有人比我们樱花国的女人更适合做妻子。这些都是樱花国的贵族女子，年轻貌美。您若是都不满意，我也愿意成为徐先生的贤内助。伊藤小姐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我离开世嘉已经20多年，很多信息已经落后太多，甚至对你们2位都并不是很熟悉。日后一起共事，还望2位多多指教。不敢，请您多多指教。祖国不是已经撤回对你的任命了吗？经董事会考虑 ，Mr. 徐现在已经是世嘉集团的总裁了。这怎么可能？怎么，我们3个人同时出现在这儿，还不足以证明吗？徐一帆，你爸爸真的好厉害啊！他居然是整个世嘉集团的总裁耶！可是，他为什么要瞒我们一家人这么久？徐先生，我刚才听 Mary 说您有一笔需要的资金，如果您还需要的话，还请您给我一个机会，我愿意提供你一切的需要。花点钱就想得到徐先生的好感，亨特，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可真精明啊！来的路上，我的人可告诉我今天是贵公子的生日，我特地令人准备了一份礼物。徐一帆，你爸爸真的好厉害呀！不必多礼。原来今天是贵公子的生日，快去准备一些礼物。哎，不必费心，一份心意而已，还请徐先生不要推辞。也罢。拿来。拿来。什么东西？他送你的车。你放心，如果他是拿自己的钱给你买的礼，车自然会给你。虽然我并不认同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开这么好的车，但我也不会平白无故剥夺你收礼物的权利。你胡说什么？区区100万，我还不放在眼里。哦，是吗？徐朗，我看你就是公报私仇。我这么多年对公司尽心尽力，你们就是这么过河拆桥的吗？徐朗，你这刚回来，
宋阳说不定还能帮帮你。陈莲，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来操心。Mary，Mr. 徐，之前是我的疏忽，宋阳挪用公司公款，侵吞公司财产，利用投资部职务之便私下收取贿赂，所有的证据都已经在我手机里了。宋阳，你还有什么话说？宋先生，你可不能倒下，我们会带你回欧洲，在那边，你的罪行将判以重罪。Mary， 看在我这么多年为公司当牛做马的份上，你放了我吧。在我任职内，就是太相信你，导致你无法无天。现在徐先生已经回到世家集团，像你这种毒虫，断然不能留下。我知道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但是你想过没有，公司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你什么意思？告诉你，我上面可是有人的，想让我跟你们回欧洲，先问问上面的人答不答应。你说的难道是？对，没错。Mary， 你自己在职的时候都不敢招惹他，怎么？你以为你现在找到靠山，你就可以挑衅他了吗 ？Mary， 宋阳说的他到底是谁？我倒要看看谁要动我的人呢？罗伯特先生，徐先生，你好大的威风啊！一来就要动我的人。他叫罗福特，是现在世家集团的副总裁，一心想要坐上总裁的位置。他在公司的势力也是十分的庞大，但是由于你在董事会心中的位置无法替代，所以董事会还是决定将总裁的位置交到你手上。恭喜你啊，徐先生重回世家呀！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罗福特，是世家集团的副总裁。对罗福特先生也是略有耳闻，只是没想到罗福特先生今天也会亲临苏州。他们都来了，我作为副总裁不到场也不合适吧。自从进入世家，我可是一直听说着您徐先生的光荣事迹呀！哈哈，在世家待了18年，也整整听了18年。今天这一看，徐先生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都已经过去，接下来的工作还希望罗伯特先生多多配合，共同为集团献上一份力。我要是不呢？你若是不，那欧洲区的副总裁，也许就该换个人来做了。Mr. 徐，副总裁这个级别的职位，只有董事会才有任免权，您只有在此之下的任免权。我来世家18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你一个20多年前的老骨头，早该离开了。可偏偏董事会那些人迷信你，就像迷信上帝一样。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把我的人开了。徐朗，你刚刚不是还神气呢吗？狗仗人势的东西。哎，徐先生，话可不能说的这么难听啊，毕竟我们以后可是还要一起共事的呀。看来罗伯特先生今天是保定的。跟着我的人，我若是不能保下他们，那我何以在公司立足啊？又有哪些忠心的人能为我办事啊？况且在他这个位置上，底子干净的还真没几个。很好 ，Mary， 打电话给董事会，让他们把这个副总裁给我换掉。哼，徐先生，您这是要和我撕破脸皮了？您可别忘了，如果董事会没有拍板，那以后你可要少了我的支持啊！我不在乎。董事会那边说，短暂的讨论一下。我在世家待了18年了，自从你离开世家了，整个欧洲市场都是我一个人拼出来的。我就不相信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坐在这个位子上这么久，除非董事会那帮人全都老糊涂了。喂，什么情况？罗伯特先生，发生什么事情啊？董事会那边来消息了，说把罗福特的职位已经解雇了。我在世家待了18年，整整18年的心血，怎么可能你一句话就……我想你对我这个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一无所知。如果今天是换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要解聘你，确实需要通过董事会，而我只用一句话，
到底持有你集团股份多少？一句话就把我开了51%。难怪，原来如此。罗伯特，念在你为集团辛苦18年的份上，我对你在职期间所犯下的错误概不追究，这是集团对你最后的仁慈。宋阳，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无话可说。带走。等等，我承认不如你，但是我对莲的爱丝毫不逊于你。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离开莲。曾经的我，为了他放弃一切，不是为了现在来听你说这些的。我用了20年的时间，想走进他的心里。曾经我以为已经抵达那个地方，直到你的出现，才让我明白，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一厢情愿。不是这样的。你甚至口口声声说靠不上我，可你至少还有你，还有一凡。我呢，20年前，我为了你只身来到苏城，20年后，我儿子竟然要改口叫别人爸。爸，我错了。你只是不想失去我这个有钱的老爸。徐朗，你怎么能当着孩子面说这种话？如果今天的我没有这层身份，没有这些所谓的地位，他还会觉得自己错吗？徐朗，够了，我们之间从你选择背叛的那刻起就已经结束。要不是你向我们隐瞒你的身份，怎么会有这么多事儿？隐瞒？难道一家人的和睦是建立在身份上？我说的是坦诚。坦诚？那你呢？你的心又何时在我的身上？好了，我累了，就这样了。一凡，你是我的儿子，但你今天的行为让我非常失望。你以为一句称呼就能改变一切？你今天选择的不是父亲，而是一种利益。爸，我知道我错了。你以为一句道歉就可以弥补你的过错？你今天的行为是对父亲尊严的践踏，更是对家庭责任的逃避。啊，我不会因为这是你一时的冲动就原谅你。你要明白，每个选择都有后果，每个行为都有代价。既然今天你选择了宋阳，那你就要承担起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Mary，徐朗，一凡只是个孩子，你要干什么？他的工作让他自己找，我们集团需要的是真正能为集团奉献的人。你听好了，我给你半年的时间，自己去找份工作。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希望你都能够做到尽心尽力，在自己的职责内，让我看到你的能力。一凡的工作真的是你安排的？我跟你说过无数次，可你就是不行。都是他，是他跟我说工作都是他一手安排的。我以为，我不该信他的话。因为他是宋宇，他是你的出路，你对他的心一直都在我这个陪在你身边20年的老公之上。不是这样的。好了 ，Mary， 我们什么时候启程欧洲？Mr. 徐，可能去不了欧洲了。什么意思？你说的是真的？总部要迁到苏城？是的，徐先生，董事会一致认为苏城的地理环境还有发展潜力更适合集团的长远发展，而且这也是对您回归的一种欢迎。这倒是个意外的消息。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下，集团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既然如此，我会重新考虑我的计划。或许，苏城会是集团新的起点。陈莲，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我仍然是一凡的父亲，我会给他机会证明自己。徐朗，你的意思？别误会，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儿子因为一时的错而毁了一生。真的吗？爸，这是你成长的机会，也是赎罪的方式。如果你不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你也就不用再喊我爸。我知道了，爸，我会努力的。那就拭目以待。陈莲，你好自为之。白日，我们走。
徐朗，你变了，你变了。或许人总是会变的，尤其是在面对背叛和谎言以后。徐朗，我知道我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真的不能重新开始了吗？陈琳，你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你把我的心撕成碎片，现在就想用一句重新开始来粘合起来，太晚了。徐朗，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我只是迷失了方向。迷失方向，陈莲，你这是在为自己的背叛找借口。你不是迷失方向，你只是选择了另一条没有我的路。徐朗，我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你的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一凡呢？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不能这样放弃他。我不会放弃儿子，但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他。一凡的未来我会负责，但他必须要学会独立，学会承担责任。徐朗，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弥补我的过错，好吗？陈莲，你已经用尽我给你的所有机会，现在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徐朗，爸，我后悔，我真的后悔。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是啊，幸亏当时你答应了我们，如今世家的市值已经超过3万亿，这都是你的功劳啊。爸，澳洲那边的项目我已经谈下来了，世家很快就会在澳洲建立分部。干得不错。小徐总这些年长进很大呀，我看呀很有希望能够继承你的衣钵。怎么，有什么话大胆说出来。爸，我想去看看我妈。爸，您不上去吗？你上去吧。哎，爸，我妈说让你上来坐会儿，她给咱们做饭吃。不用麻烦了，你聊完了就下来。不麻烦，不麻烦，家里都有现成。爸，过了这么久，您还是没原谅我妈吗？都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人既然做出了选择，往后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他的选择而买单。再见面，也只是给他徒增烦恼吧。走吧。